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松软香甜的吐司——蜂蜜吐司。这个食谱我们采用中种法制作，关于中种法的介绍可以参考之前的北海道吐司的食谱。牛奶用微波炉加热15秒左右，到温热但不超过40度的程度，加入酵母化开。中种法的酵母不需要使用耐高糖酵母也可以。搅匀之后加入到高筋面粉中，边加边搅拌，然后用手揉成团。成团之后先盖上盖子，让面团醒10分钟。10分钟后随便揉几下，面团就揉匀了，稍微不光滑也没有关系。我们把它盖好，室温下醒发1小时，或至少等到它长到2倍大，然后放到冰箱冷藏发酵1晚。中种面团最多可以在冰箱里冷藏3天。下面我们来制作煮面团。这是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中种面团，不需要放置到室温，可以直接使用。里面充满了蜂窝状的组织，把它撕成小块，然后向碗中加入高筋面粉、糖、奶粉，奶粉是增加奶香味的，没有也可以不加，盐、打散的鸡蛋、牛奶，还有蜂蜜。先用筷子大致搅一下，让材料聚集在一起，然后我们把面团转移到揉面垫上来揉面。如果有厨师机，也可以用厨师机揉面，每款厨师机揉面的速度和时间都不一样，只要揉到和手揉的状态一样就可以了。因为加了蜂蜜，开始面团很黏，要借助刮板来聚集面团。这时候不要轻易加面粉，等到把面团揉均匀、揉透之后，它就不会再粘手了。因为不同面粉的吸水性会有差异，如果面团揉匀揉透以后还是非常湿黏，可以稍微加点面粉调节一下。我们用这种搓洗衣服的动作来揉面团，具体的手揉面技巧可以参考之前发过的手揉面教程。大概揉8到10分钟，切下一小块面团来检查，抻开来看，能够形成没那么薄的膜，捅破薄膜，洞口呈现锯齿状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软化好的无盐黄油，将黄油与面团揉搓均匀。这个过程大概需要3分钟。黄油全部被吸收以后，继续重复揉搓的动作，大概10到15分钟，直到切开一小块面团抻开来看，能够形成透光的薄膜，捅破薄膜，洞口是光滑没有锯齿的。这就是我们做吐司所需要的完全扩展阶段了。如果面揉不到位，面筋的延展性不好，就会影响吐司长高。最终面团温度要控制在28摄氏度以下，如果中间面团温度过高，可以放到冰箱冷藏降温10分钟。把面团向后折叠整理好，盖上盖子，室温静置40分钟。因为中种面团已经经历过1次发酵，这里发酵时间不需要非常久。面团发酵好后，我们把它转移到案板上，用手轻轻按压排气，然后把面团分成3份。3份面团的重量分别大约是165、175和175克。中间那块面团我们重量稍微轻一点，这样吐司烤好之后不会中间的山峰高太多。把面团由小碎面的一面朝上，将面团折叠几次，把碎的面团包在里面，然后翻过来再手心搓圆，底下用手捏合。表面如果有大气泡，把它拍掉。3个面团都揉好后，盖上保鲜膜醒15分钟，让面筋稍微松弛一下。醒好后拿出一块面团，案板上稍稍撒一点面粉防粘，把面团光面朝上，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，然后把面团翻过来，现在是光面朝下了，把面团从上到下卷起来，接口处捏合一下。3条面都卷好之后，盖上保鲜膜再次松弛15分钟。2次擀卷可以让吐司组织更加均匀，也能增强面团的面筋结构，让吐司更容易长高。将面团接缝朝下，用擀面杖擀成大约25厘米长的长条，把它翻个面儿，让光面重新朝下，然后从上到下卷起来，让它自然的卷起来就可以，不要过度拉扯面团。注意卷的宽度要一致，不要外圈比里圈短。最后把接口捏合好，将卷好的面团方向一致的放入吐司盒，注意要把最轻的那个面团放到中间，然后将吐司盒拿到温暖潮湿的地方去进行最后发酵。一般我会用微波炉烧开1碗水，
然后迅速放入吐司盒，给面包发酵创造一个封闭、温暖又潮湿的环境。没有微波炉也可以在烤箱里，只是要提前拿出来以便预热烤箱。算好自己烤箱预热所需的时间，提前预热烤箱到180摄氏度。当面包顶部基本长到与吐司盒边平齐的时候，在表面刷上一层鸡蛋液，用羊毛刷把多余的蛋液在碗边刮掉，再去刷，这样才能薄而均匀。注意缝隙和边上也要刷到。将吐司放到烤箱中下层，烤35分钟。吐司表面上色会很快，当你看到颜色刚好的时候，就用锡纸盖在吐司表面来隔绝热量，防止表面颜色过深。吐司出炉后，在桌子上震一下，震出里面的热气，然后脱模，在网架上晾凉。刚出炉的吐司，它的酒精气和残余的酸味还没有散尽，所以不要着急吃。吐司刚出炉可以闻到蜂蜜的香气，晾凉掰开后柔软拉丝，入口绵软细腻，还可以尝到淡淡的奶香味儿和刚刚好的香甜味道。无论是单独吃还是切片抹果酱吃，都非常美味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B 站的朋友请不要忘记投币、转发、收藏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